那里就是古代女人挤破头都想嫁进来的地方——皇帝的后宫。都说皇上后宫佳丽3000，他能忙得过来，能做到雨露均沾吗？古代的皇帝到底是如何来翻牌子的？真实的延禧宫到底是什么样的？后宫里面的冷宫究竟有多可怕？《还珠格格》里面小燕子住的书房斋到底存不存在？今天阿波就带你去探秘紫禁城里面真实的皇帝后宫，走吧！穿过我身后的这道乾清门，就能够进入到皇上所住的后宫了。这里呢，也是清代皇帝曾经在这里上早朝的地方。那么后宫跟前朝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？大家看看这边上的一个狮子，这只狮子呢，就是后宫的狮子，跟前朝的是不是不一样？后宫的狮子呢，它的耳朵呢是耷拉下来，而且眉毛特别的长，基本上都快盖住了眼睛，舌头还弯弯的往上翘。这其实也是告诉那些住在后宫的女人们，不该听的咱不听，不该看的咱不看，不该说的千万不要乱说。现在咱们就穿过这道门，带你们走进后宫。这里呢，就是皇上跟他的后宫佳丽3000所居住的地方了。那么皇上有后宫佳丽3000，如果你是皇上，你每天得翻几个牌子？那边有个房间，看到没有？那里呢被称为进士房。那个房子就是太监每天下午吃完下午饭之后，他会把这些牌子呢端到皇上的面前，皇上呢就随手一翻，晚上就你伺候我了。所以皇帝的后宫呢，其实跟咱们想象的不一样，它是分为东六宫跟西六宫。那么在明代的时候呢，东六宫里面住的基本上都是皇上受宠的一些妃子。到了清代雍正之后，那么雍正呢就把自己住的地方搬到了那个门走进去的养心殿，所以呢西六宫里面住的基本上都是送宠的妃子，因为它离皇上住的地方比较近。那么翻了牌子之后，太监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？是如何把这个妃子送到皇上的床上的呢？今天我们就带你从那个门去看一看皇上是如何侍寝的。被皇上有幸翻到牌子的嫔妃呢，太监会提前去通知他，把身上的耳环首饰全部摘掉，然后呢洗白白，用被子裹起来，两个太监就这样扛着，把他从这个门送到皇帝的龙床之上。送到床上以后呢，大概是晚上的7点钟左右，太监呢会在边上点上一炷香，大概1个时辰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的2个小时。那么当这炷香燃到一半的时候，皇上呢正在侍寝的过程当中，太监会从这里轻轻的敲门，皇上你保重龙体呀！为什么要这么提醒你知道吗？但是香再往下快燃尽的时候，他又去敲一遍门，皇上你要以江山社稷为重，因为如果超过1个时辰，这个嫔妃还没有被抬出来的话，太监有可能会受罚。所以说古代有一句话怎么说的？皇上不急太监急。所以皇上侍寝的时间是有严格的把控的。从这个门进去呢，就是翊坑宫了，也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如懿、华妃他们居住的地方。就在这边的第1个门，带你们进去看一看。这里呢，就是当年如懿被打入的冷宫了。很多人来到故宫的后宫呢，都会问这冷宫到底长什么样，到底在哪儿？其实冷宫呢，它所指的是一种概念，并不是一个特定的地方。它所指的就是比如说失宠或者不受宠的一些妃子居住的地方，都被称之为冷宫。后来这栋房子呢，据说被慈禧太后改为了自己平时用餐的餐厅，因为慈禧有个习惯，她居住跟吃饭的地方不能在同一个屋里头，怕串味儿了。但从那个走廊过去就是慈禧生活的地方。据说那里的摆设都是按照慈禧当年生活的原貌保留下来的，带你们去看一看里面的金枝玉叶。这里呢，就是慈禧太后发家的地方——储秀宫。看到没有？有很多人探着脑袋、撅着屁股在朝那个房间里面看，那就是慈禧当年居住生活的卧室，带你们去瞧一瞧。这里呢，就是慈禧太后生活的地方了，也是她的卧室。你看到它里面的空间其实并不大，可能古人认为卧室如果太大的话不好聚气。前方那里呢，就是慈禧睡觉的床了，上面还有很多的被子。那张床呢，其实也不是很大，又长又瘦，寓意着呢，慈禧太后可能希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。关键这里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呢？有一个梳妆盒，上面呢还有一面镜子，镜子的上面还有一个表，这有可能就是传说当中
慈禧所说的照着镜子看着表，舒服1秒是1秒。其实慈禧太后她曾经讲过，如果一个女人不爱美的话，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这里面最精致的就是她的那个化妆盒了。以前只听过金枝玉叶，今天呢算是见到真的了。这一盆呢就是慈禧房间里面的金枝玉叶，你看它的树枝都是用黄金打造的，上面的花朵呢是用芙蓉玉，叶子呢是用墨玉来雕琢而成的。在花盆里面的那个土据说都是用青金石做的。还有远处的那个象牙塔，是不是特别的漂亮？所以慈禧的这个佛堂里头真的是太多的宝贝了，看的人真的心里面直痒痒。刚刚我们在西六宫，现在呢已经来到了东六宫。这个呢就是东六宫当中的景仁宫，也是当时的甄嬛，包括呢珍妃曾经居住过的地方。然后沿着这条路呢一直往前走，对面那里就是非常著名的延禧宫。延禧攻略，我相信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看过，但是真实的延禧宫究竟长什么样，带你去看一看。这里呢就是故宫当中的延禧宫了，是不是跟我们在电视剧当中看到的有很大的差别？延禧宫它的建筑为什么是西洋式的建筑？其实呢，在古代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是处在故宫的东南角，东方属木，南方属火。说来也很奇怪所以古代的时候，这里呢就特别容易失火。尤其是在道光25年的时候，这里呢着了一场大火，烧的只剩一个门框了。后来道光皇帝就索性把这个大门给它锁起来，一锁就是60年的时间。直到当时溥仪皇帝登基之后，珍妃的姐姐瑾妃，她就提议说既然这个地方喜欢着火，那么咱们就建一座水晶宫。于是就找了西洋的设计师，在这里建了一栋西洋的建筑。但当这栋建筑建到一半的时候，大清就亡国了。也没有资金再来继续修建这座水晶宫了，所以从此以后，故宫里面就多了一栋烂尾楼，就是延禧宫了。是不是跟电视剧里面看到的大不一样？这里就是故宫里面最大的冷宫了，带你们来看一看。哇，里面真的好冷杂草丛生。你看这里面应该很久很久都没有人进来了。这个冷宫如果让你进来，我估计1个月你可能就呆疯了。关注阿波，下期视频带你讲一讲这里面的故事。